有时候在公司吃蛇也是会有薪水拿。人家会觉得说，你到底是做 programmer 还是做博主？ full time 都是养老的。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 Noodle， 我是静伟。今天的影片由欧赌赞助播出。当今社会最流行的群体斜杠青年，也称为 Slashy， 指那些不再满足于单一职业的生活方式，而选择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年轻人。经过这几年疫情将各个行业大洗牌，全职长工似乎已不再是年轻人的首选，他们更倾向于发展多样化的职业。但是也有人认为斜杠青年就是什么都涉猎一点，但是做什么都是半桶水，导致到最后什么东西都做不好的人。不过事实真的是如此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访问看看大马人对于斜杠青年的看法。Let's go。首先我想问一下你，你有听过什么叫斜杠青年吗？没有听过，你我也没有听过，也不知道。没有，就是在 online 接一些工作这样子。这为什么我们叫斜杠青年呢？我不知道。啊，听过。听过 ？OK， 你听过。有，你们可以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在你的 portfolio 里面，你有多过一个职位的时候，你就会写什么 slash 什么 slash 什么，所以就是斜杠这个东西叫斜杠青年。你有很多的 job position。我是斜杠青年，对，哦我的正职是做 programmer 程序员，然后我的兼职是做博主，就是可能在网上分享生活啊、穿搭之类的。其实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是一个 programmer、software developer 所以我有 full time 的一份工作跟一个公司。我 part time 也是有在外面接一些 project 来做。其实我听过，因为我目前是一名手作老师，然后也有在经营着我自己的网店，叫做 Eureka B， 然后现在也有努力在做着自媒体。我算是咯，我是做 video production， 就是帮人家拍和剪，然后我自己另外斜杠的就是我的自媒体，大家记得去 follow YUA。你对他们的印象怎样？也觉得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可能他们不够钱哦，但他们要去做 free。可能更加多经验吧，因为你做更加多的工作。我觉得很好，就他们为了自己的生活，然后去努力了。对我来讲 ，freelancer 是不稳定，就是收入不稳定。时间分配到不好的话，可能会自己的主要做的东西已经没有做好了，还去做另外一个副业的话，会让人家觉得，你的重心很不平均。然后你有没有感觉身边的人会对你有什么偏见？就是我的妈妈，她其实是有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为什么你要这样辛苦，不要找一份正职，或者是讲专注在一份工作，稳定的工作，舒舒服服的坐在办公室这样子。最大的偏见应该是会怀疑你的专业吧，人家会觉得说，你到底是做 programmer 还是做博主？如果我请你做 programmer 的话，能不能相信你？你到底是在干什么东西？好像我父母的话就讲，哇，是啦，是赚多一点，但是可能就是会担心你的健康这样因为时间真的是有时候会做到半夜了，因为 part time 的关系。应该没有啊，因为全部人觉得是应该的，因为都是在媒体，不是讲你等下晚上要去洗碗。不会怎样啊，都会觉得斜杠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你看，我是在为梦想和生活而去奋斗。可是大家对你有什么不好的偏见吗？比如讲你，公司的片没剪好啊，就去拍自己的影片之类的。这个就要看公司给不给咯。然后如果协调不到的话，可能就要取舍一下咯。取舍什么？可能就可以离开公司。这样你觉得他们这种工作模式有什么好处还是坏处吗？好处就是收入多咯，坏处就是时间不够用咯。第一，他的 income 可能会比负担呢多一点，没有那么稳定啦。而且他们的那个空的时间会比较长，可以做他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如果那个模式是全部 part time OK， 就他的上班时间是自由freelance 就 OK。如果你是有一个 permanent， 然后再去找 part time， 就真的是工作不了。他们可以学到更多东西哦，因为他们做很不同的东西嘛。可能没有这样固定的那一个方向哦。可是有好啊，就是他 try 了很多工作嘛，这样子他就更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不喜欢什么。好处就是可以同时间发展很多不同的领域，坏处就是可能我会逼自己把时间填满哦。好处的话，肯定是可以赚多一点钱啦，因为我觉得现在社会来讲，刚出来的年轻人会比较辛苦，所以他们去做一些 part time 是 OK 的，只是坏处就是你少点时间咯。
然后现在年轻人可能比较喜欢 YOLO 的 lifestyle 啦。有的选择的话，你们会选择做 full time 还是去斜杠？我是选 full time 好做，因为我觉得比较好 focus 在一个东西上面去做到更好。如果那个斜杠的那个工钱不高的话，那也是没有必要了。但是如果那个斜杠的工作令到你更有前途的话，就是令到你学习更多的东西的话，那也是可以考虑可以做一下。full time full time，也是 full time。OK， 讲一下你们坚持 full time 的原因。你做 part time 也是感觉你是换来换去、跳来跳去，好像没有一个方向。因为你 career 一定有那个 growth 的嘛。很像你今天我请一个 contract 啦，我要怎样升你到 manager level？你只一个 contract 嘛，1年过后你就走了。如果你是permanent的，就我会 invest 在你身上哦。负担。负担就比较 stable 一点，比较稳定。如果做 full time 的话你拜六拜日啊，还是你休息的时间，你也可以去接 job 啊，开一个自己的网店啊，这个也叫斜杠。你们会想做这样的事情吗？不懂要卖什么。我要做 full time， 因为 multitasking 真的很累。斜杠吧，斜杠的话会有不同的收入。但是如果我一个 full time 的收入就多过你的 combine， 那这样子你要做 full time 还是你要斜杠？full time 哦。我应该会成为一个 full time 吧，我不想让我的生活变得那么的忙碌。你会不会愿意用你周末的时间去再做多一份兼职？而且这兼职是可能是你很热爱的事情。那会耶，如果但是我只会一份 full time 一份 part time， 不会再超过。我是觉得 full time 它的东西会比较 for me， 我觉得是一个 safety 一个 security 啦，所以它给你的 benefit definitely 会比外面的 part time 来的更好。为什么你当初会选择走斜杠这条路？钱不够用。我还以为是你喜欢的是什么？这样又没有啦，会有谁喜欢做工呢？我喜欢工不同的领域，是因为生活比较精彩哦，比较有不同的动力去驱使你。其实我是在尝试了就是全职了之后，才有下定决心说我要做这个斜杠，因为我觉得人生这么短，还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较开心。因为其实我不是很想要做幕后的，我想要做幕前的。可是我做自媒体的话，我还赚不到钱，所以就先做一个幕后的去赚一点钱哦。就是你做斜杠青年这一年来有遇到什么挑战吗？花费很大的精力啦，比如说好像你 part time， 你有发现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因为像我们做 software 的，随时都可能有问题了，连你又在做这 full time， 所以那边会比较难一点，去 balance between 你的 full time 跟 part time， 就是很忙哦。超级忙，其实一边就是你要生活嘛，你要生活你就必须要去打一份有的赚钱的工哦，然后你喜欢的东西又没有钱的时候，可是你又喜欢你就做。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时间不够用吧。像我开跟你们分享，我早上6点起床做到5点多，可是我的头脑已经是很不够用了，我已经连做8小时了，我已经没有时间再去用脑去学新的language这样子。这样你觉得这个挑战会不会导致你的 IT 那方面就开始会变到不那么专业？我觉得不会，因为我还是一样是 commit 8小时在那里。因为我们做 IT 不是讲你上课或者是你上网找到什么就可以用什么，这每天的东西都是在变化的，不一样的。所以不能说在退步，只是可能进步比较慢哦。我觉得在订单比较多，或者是讲在一些高峰时期的时候，一个人有一点处理不来一些事情，包括说，因为我目前是没有自己的所谓的 website， 或者是讲所谓的一个 system 去帮我 handle 这些订单啊，或者是讲一些项目，所以有时候一个人的处理事情的时候会有点忙不过来，需要牺牲掉可能自己的生活啊、自己的睡眠时间啊这样子。那我觉得你应该要去尝试一下Odoo一站式的网站建设工具。没错，透过多元的平台，让顾客了解到你的商品和服务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就跟你们介绍一个免费的网站架设神器 Odoo。在Odoo上建设网站非常的简单快速，你只需要填写基本的个人资料和选择你想要的网页类型 ，System 就会帮你匹配最适合的 template。你还可以根据你个人的需求和喜好来调整颜色，添加特色功能，最后选择你想要的 template 类型，你的网站就设置完成啦。而且如果你对 template 不太满意，你还可以自行调整，轻轻的 drag 不同类型的内容区块到网页上，你马上就可以看到效果。
此外，对于那需要花时间编写的文案呢，欧读还跟 ChatGPT 做了整合，能够帮你快速生成网站的内容。欧读，你最佳的网站架设伙伴，速度飞快，设计专业，操作简单。如果你也想要建立自己的电商网站的话，就不要错过那么快速又免费的网站架设神器啦！马上点击咨询栏去了解详情吧。这些斜杠青年就是做什么都做不好，然后因为他们什么都做一点嘛，就做什么都半桶水这样子。对于这个你有什么看法？那不一定，可能如果我是老板的话，我会比较喜欢 resume 很丰富的人，因为他什么都做过，所以我把他放去哪里，他都是可以来应付，因为他已经经历过很多东西。也不一定啦，有时候有些人他可以两边都可以做得很好，但是有些人他只是可以 focus 在一边，那就是要看那个人的本身了。赞同的，也赞同。你要有一个 objective 啦，在你的 career 那边，就你不是因为你 part time 你要讲 objective 是什么？你 part time 就是因为你不够钱你才做 part time 嘛。不能这样讲啊，有可能他们就这样不巧，没有遇到好的工作真的。接更多的就可以学到更多，虽然讲全部是半桶水，但是至少我会那边的一点，你连会都不会。我觉得他们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技能，虽然说他们可能这些会一点，那些会一点，但是其实马来西亚人就是这样啊。可能我这个语言会一点，那个语言会一点，但是我可以很厉害啊。就是每一个行业其实都会有专业跟不专业的人啊。如果你全部都是专业的话，你就会凸显不出来那些人很专业啊。就是主要是在于你斜杠的是什么样的职业或者是项目，因为大部分人他们的副业呢，基本上都是有帮助到他的主业的。对，比如像我现在有在做自媒体，我觉得对于我招生或者是做一些online 的 sales 都是有一点帮助这样子。我会觉得，如果要做一个东西，就要把那个东西做好来。但有时候我发觉很多年轻人是会想要很快赚很多钱。但他们会 try to 用不同的方法去 try 不同的事业 ，try 不同的东西。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可能你问他会很多东西，但是他没有一样东西是特别厉害的。我觉得年轻人斜杠没有什么不好的，年轻人你不需要 expect 他去做到100%啊，年轻人就是去探索不一样的领域，去尝试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找到一个自己的专业了，才去发展到100%啊。所以是年轻人应该斜杠到中年杠成 full time， 是这个意思？对，我觉得 full time 都是养老的，因为你 full time 其实你有时候在公司吃蛇，你还是会有薪水拿。可是你斜杠的话你真的是去拼的嘞，你要探索，你不努力就没有了。我从来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讲讲真的。真的，因为我反而觉得说，这个人有本事做斜杠就是对他自己本身这个本来的工作就很有信心，他才有本事去，他才有信心去找斜杠嘛。如果你跟我讲今天有一个打工仔啊，他是在 cafe 做2个小时，去另外一个 cafe 做2个小时，做2个小时，不代表他不专业嘛，还是很厉害在泡水啊，很厉害 serve customer 啊，就是看你做什么吧。我也是有做过 part time 做拉拉木。OK， 其实那个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讲没有多大的帮助啊。你是赚多少一点钱啊，不过你就是除了赚钱，你赚不到其他的东西。这个东西很主观啊，我觉得。比如说你的 full time 是 whatever 职业啦，但你的 part time 可能你去一个 restaurant 打工，可能你的理想就是以后你要开一间 restaurant， 所以你先进去打工，看一下里面的 workflow 是怎样的。所以你以后对开一间店，你就会有一个概念在那边。总结下来，无论是斜杠青年还是全职社畜，对我来说并没有说哪一个更好，只有说哪一个是更适合你的生活方式。但是无论你是在企业中打拼，还是兼职副业，欧读作为一个企业资源管理系统，都能帮你快速拓展自己的业务，提升用户体验。So， 如果想要建设自己的网站，或者是管理公司运营的朋友们，记得去欧读试试看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大家不要忘记 comment、like、share and subscribe to Noodle。我们下期再见，拜拜。